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问你哦，当我们聊到要保护大自然，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不是那种很壮观的国家公园，一片好像禁止人类进入的原始森林？但问题来喽，全世界有个超级宏大的目标，要在2030年以前保护好我们地球上30%的陆地跟海洋。光是靠划设更多的国家公园，你觉得真的来得及吗？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个韩国的案例，看民间企业是怎么用一个超有创意的方法，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都市旁边打造出一片一片的秘密森林。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全新的保育思维。没错，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现在全世界的保育专家最头痛，但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挑战。在2022年，全球将近200个国家，大家一起签了一个叫做昆明孟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协议，立下了这个30 by 30的目标。但你想想看哦，要达到30%，这等于是说，地球上每3块地就要有1块是受到保护的。这对很多土地已经被高度开发的国家来说，根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嘛，对吧？所以我们势必得找到传统国家公园以外的更新的解答。而这个解答很可能就藏在这4个英文字母里面 ，OCM。这是一个最近在全球快速崛起的新观念，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因为它很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过去对于保护区的想象。OECM 它的全名是其他有效地区保育措施。好，我知道听起来有点绕口，对吧？但简单来说，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政府承认一件事，在官方划设的那些保护区之外，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由社区、私人企业，甚至是个人在管理的土地。这些地方虽然不是法定的保护区，但它们实质上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长期的贡献。这可以是大学做研究用的森林，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当然也可以是企业为了永续发展目标而管理的森林。OECM 的弹性就在这里，它等于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让自然保育不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可以参与进来的行动。好，理解了 OESCM 这个强大的新工具之后，我们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的情况跟台湾其实非常像，地很小，人很多，高度都市化。他们也签了30 by 30的目标，而且非常积极地把 OESCM 这个概念纳入他们的国家战略里。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却遇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瓶颈。韩国的国家蓝图是这样规划的，他们计划在2030年以前，把陆地的保护面积拉高到30%。这其中有20% 的额度来自传统的法定保护区，这很正常。但另外的10%，他们很明确的设定，就是要靠 OECM 来贡献。换句话说，他们把整整1/3的达标压力都寄托在这个新工具上面。这个策略规划的可以说是相当清楚，对吗？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到目前为止，韩国官方正式认定的 OCEM 地点总共有几个呢？答案是只有4个。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1、2、3、4的4。距离他们设定的相当于10%国土面积的宏大目标，这个数字简直是天差地远。这中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再深入拆解一下这4个地点，问题就更清楚了。这4个地点里面，一个是某间大学的演习林，而另外3个通通都是国有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OECM 这个工具，它本来的用意是要纳入多元的民间力量，但是在韩国的实践里，来自民间企业的参与数字是0，一个都没有。重点来了，韩国的困境根源就出在他们的执行策略，他们采取了一种很传统的由上而下的思维。政府优先想到的是怎么把手上现有的土地，比方说交通部的绿带呀，或是山林厅的保安林，直接把他们的标签撕掉，换一个叫 OECM 的标签贴上去。
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很快，但它完全忽略了 OECM 真正的精神，也就是去发掘、去鼓励那些由下而上、由民间自发产生的新保育能量。这就有点像是你拿到了一台最新款的 iPhone， 结果你只拿它来打电话、传简讯，那不是完全浪费了它的潜力吗？不过，就在韩国官方策略卡关的时候，有一间背景非常奇特的民间公司，却意外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这一间公司的名字叫做 Tree Planet。他们的故事，说真的非常有趣。Tree Planet 的起点其实是一款手机游戏。你在游戏里面种一棵虚拟的树 ，Tree Planet 就把广告收益拿去现实世界，像是蒙古的沙漠种下一棵真的树。后来，他们因为一个专案而声名大噪，就是帮 K-pop 的粉丝团，像是天团 BTS 的粉丝 ARMY 集资兴建所谓的偶像森林。但他们后来意识到，只是帮别人种树，能做的其实很有限。要做到真正的永续管理，你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个策略上的转变，是他们从一个有趣的社会企业，走向一个严肃的保育机构最关键的一步。于是，他们就在韩国利川市的都市边缘买下了一片长期被荒废的林地。利川这个地方对韩国人来说，最有名的就是半导体大厂海力士的总部，是一个闪闪发亮的科技城，根本不是以自然风光闻名的地方。而他们买下的这片森林就在这个科技城旁边，因为常年没有人管理，整个林相非常脆弱。你可以想象，那里的树都长得又细又弱，阳光根本透不进来，整个森林的生态健康状况真的非常不好。面对这样一块看起来不起眼，甚至有点残破的都市边缘林地， Tree Planet 并没有打算把它变成传统的自然步道或森林公园。他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营哲学，他们要把这片森林从一个只能被动观赏的对象，变成一个大家可以主动参与、共同疗愈的空间。他们提出了5大经营原则。第一，为地球而管理，也就是说，所有的经营行为都必须把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健康摆在第一顺位。第二，零人工设施，他们刻意不建栈道、不盖凉亭，就是要让大家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跟森林互动。第三，为所有人开放，透过精心的景观设计，打造一个像森林花园一样，连行动不便的人或小朋友都能安全使用的空间。第四，与社区协力，邀请周边的居民一起来动手打造这片森林。而第5点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培育而不只是观看，他们要邀请所有人一起来参与管理、疗愈这片有点脆弱的森林。这句话我觉得就完美的总结了他们的理念，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保育常常是把人跟自然隔开，告诉你只能看不能碰。但 Tree Planet 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唯有透过亲手参与，才能建立人跟土地之间真正深刻的情感连结，也才能让保育的观念真正深植在每个人心里。为了实践这个理念，他们设计了一个旗舰级的儿童教育计划，叫做森林守护者。这个计划的目标其实非常远大，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的保育人才。这个计划的设计非常有层次，第一阶段是先认识森林，第2阶段是在森林里尽情的玩，到了第3阶段才是培养照顾森林的责任感。他们发现，如果一开始就讲一些保育的大道理，小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必须要先建立起情感连结才行。更有趣的是，他们还导入了类似 MBTI 性格测验的思维，针对不同个性的孩子设计活动，喜欢冒险的就去挑战，喜欢安静的就去做自然观察。孩子们完成任务之后，还可以像童子军一样收集徽章，最后得到一张结业证书，成就感满满。Tree Planet 在利川的这个实验虽然规模还不大，但它已经为都市的自然保育提供了几个非常宝贵的启示，甚至还带来了一些意外想不到的发现。我们继续聊下去，看看能从中学到什么。
在他们试办森林守护者计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想到的结果。跟孩子比起来，陪同的家长们竟然更加投入，更加兴奋。这才让他们意识到一个关键的洞察：这个时代的父母内心其实非常渴望接触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泥土里面长大。所以这个计划的真正价值，不只是在教育下一代，更是在疗愈这一代被都市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成年人。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Tree Planet 的案例其实就代表了2种保育模式的鲜明对比。传统的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由上而下地的去指定，强调的是保存；而 Tree Planet 代表的新模式，则是公私协力，由下而上地的去参与，更强调的是体验与培育。它证明了保育不一定都要是那么严肃、充满禁令的，它也可以是好玩的、有参与感的，能够凝聚整个社群力量的。所以这个模式的价值远远超过利川那一片小小的森林，它为像韩国或是像我们台湾这样高度都市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如何去实践 OCEM 目标的可以复制的全新蓝图。它告诉我们，不必总是把眼光放在那些遥远的高山或偏乡，真正的机会可能就藏在我们身边那些被忽略的都市边缘地带。这也带给我们最后的思考：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周围，是不是也存在着许多像利川那样被遗忘、被低估的土地？他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民间的创意和社群的投入，转变为下一个都市里的绿洲，成为我们实践 OCEM、达成30by30这个全球目标的关键力量？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面对30by30的全球挑战， OCEM 这个纳入民间力量的新工具至关重要。但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光有目标不够，若沿用由上而下的旧思维，就会原地踏步。Tree Planet 的案例则证明了，一个由上而上、强调亲身体验与共同培育的新模式，不只可以活化都市荒地，更能凝聚人心，为像台湾这样的国家提供一个极具价值的保育新蓝图。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